喜翠地区加入一些亚种，也给一些宝梦带来希望，那就是给一些冷门宝梦增加进化线。我今天就来盘点一下。1. 鬼角鹿。鬼角鹿是一般系超能力系宝梦，是金角鹿的进化线。金角鹿以迅疾使出20次屏障猛攻会进化，它脱落的体毛在喜翠地区被人用来做成保暖服饰，性情温和，可以骑乘，是阿尔宙斯主角的骑乘工具之一。鬼角鹿和金角鹿相比，除了速度下降之外，耐久和输出都增加不少。有耐久依靠加上威吓特性，鬼角鹿有机会在双打中操作一波，它还会关键的吸法空间，未来可期。2. 披斧螳螂。披斧螳螂是虫系岩石系宝梦，是飞天螳螂使用黑棘时进化而来的新进化型。一般来说，宝梦进化都会增加种族值，但是飞天螳螂是唯一的特例，它的进化型不加种族值，只改变种族分布。披斧螳螂也是如此。披斧螳螂在阿尔宙斯游戏中是森女王，是非常凶暴宝梦，不可轻易靠近。造型上，披斧螳螂实在有些狂野，双手拄着斧头，脸上还有明脂黑色物质，看上去像胡子，这个样子实在有点像黑旋风李逵。披斧螳螂特性全力攻击，配合135的物攻，又有岩石系这个贯穿系极其强的本系，强度虽然比不上巨前螳螂，但是也绝对不弱。3. 月月熊。月月熊是千元熊的进化型，属性为一般加地面系，在满月的夜晚给千元熊使用煤炭块能够进化。月月熊应该是喜翠地区除了连美鹿龙之外最值得期待的宝梦了，它种族分布相当优秀，不要的特攻45，此外有着130的 HP 和140傲人的物攻。它还有毅力特性作为额外提高力度的手段，耐久如超爱心也顶不住月月熊一发地震。上一个这么强的宝梦叫做塞鱼农，我推测女主动画中回归的真丝会使用这只宝梦。4. 幽尾玄鱼。幽尾玄鱼是野蛮鲈鱼的进化型，进化方式为受到非致死的反作用力伤害共计294以上，但是喜翠地区只有一种白色条纹的野蛮鲈鱼，和以往我们认识的野蛮鲈鱼条纹颜色不同。幽尾玄鱼之所以会进化，是因为含冤死去同伴的灵魂附在了普通野蛮鲈鱼身上，因此幽尾玄鱼因为是以灵魂为驱动力行动，所以它能够一直游泳，不会感到疲倦。它在阿尔宙斯游戏中成为了主角在水上的坐骑。幽尾玄鱼有性别差异，雄性尾部和嘴边的灵魂是紫色的，而雌性是白色。同时这两种性别的幽尾玄鱼在种族分布上也有差异，雄性是物攻手，而雌性是特攻手。幽尾玄鱼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特性叫做适应力，使用本系招式威力会提升，水系幽灵系的打击面相当不错，这只宝梦也相当有潜力。5. 大柳拉。大柳拉是喜翠地区柳拉的新进化型，在白天给柳拉锐利之爪可以进化成大柳拉，和另一种马柳拉不同，大柳拉不会集群行动。大柳拉属性为毒系格斗系，它的四肢极为修长，非常擅长攀岩，在阿尔宙斯游戏中成为了主角用于爬山的工具。大柳拉建模遭人诟病，因为做的过于细长，实际上看奥蒂画像，大柳拉颜值还是挺高的，可惜 GF 的建模师又拉垮了，这点在加勒烈马上也能看出来。大柳拉和马柳拉一样，种族分布是速攻手，速攻手无弱者，大柳拉很强。6. 万针鱼。万针鱼是喜翠地区千针鱼的进化型，千针鱼以高猛使出20次毒千针能够进化。万针鱼是毒系恶系宝梦，性格十分凶暴，它被当地人称为海鬼。从名字和样貌不难看出，这应该是阿尔宙斯里设计最敷衍的宝梦。毒系恶系是一个非常棒的属性组合，可是这个属性组合宝梦因为种族分布都不怎么厉害，而万针鱼种族分布还不错，还有威吓和轻快特性，技能池也可圈可点，或许能成为最强的一只毒系恶系宝梦。那么你最喜欢哪一只宝梦呢？